大家好，今天来分享一篇散文，除了活着，生命没有答案。作者加号。法国著名儿童小说《奥斯卡与玫瑰奶奶》被法国人民评为改变一生的书籍，与《小王子》《圣经》有着同等地位。在这本书中，法国国民作者埃里克·埃马纽埃尔·施米特用13封100岁少年的信，讲述了一位濒死的孩子用短短12天时间体验了漫长的一生。年仅10岁便身患白血病的奥斯卡因手术失败而郁郁寡欢，但玫瑰奶奶来到他身边，告诉他神奇12天的传说，把每一天当成10年来过。他开始观察身边的事和人，不再让自己深陷于手术失败的悲伤。他开始感受生命，用12天让自己体验了生老病死的人生之旅。终于明白，生命不过是转瞬，死亡才是永恒。人生短暂，与其虚度，不如好好珍惜时光，用有限的时间去做无限的事情。10岁的奥斯卡在家调皮捣蛋，十分顽皮，但是在他确诊白血病之后，医院里的人都叫他鸡蛋壳，仿佛他成了一个易碎的娃娃。尤其是在他手术失败之后，所有人看到他都流露出一种悲伤的表情。父母即便到了医院也不敢见他，主治医生对他也越发沉默，没有人对他的手术失败做出解释与安慰。只有玫瑰奶奶始终陪伴在他身边，倾听他内心的真实想法。在他心情不好时，玫瑰奶奶用自己的摔跤故事让他开怀大笑。在所有人都认为死是个禁忌时，玫瑰奶奶却坦然地与他讨论。玫瑰奶奶鼓励他向上帝写信，写出那些让自己意志消沉的念头。正如他所说，如果你不说出来，你就会成为那些腐朽想法的垃圾桶。正是玫瑰奶奶的建议，让原本对生命毫无希望的奥斯卡，通过写信的方式，不断倾诉着那些心底的秘密。玫瑰奶奶不断告诉奥斯卡，与其等待死亡，不如用尽全力活出生命的价值。她用一个神奇的12天传说，让奥斯卡重新燃起了对生命无限憧憬。虽然人生只剩短短12天，但他依然活到了120岁，让他懂得了生命的意义。而在奥斯卡离开后，玫瑰奶奶同样写了一封信，诉说着内心被奥斯卡细腻的爱意所填满的充盈。梁实秋一生钟爱交友，他有一句名言，在他人生低谷期时，可谓命悬一线。沈从文、梁思成等一众好友不远万里来到他身边，为他助力，陪他游山玩水散心，喝酒畅聊，谈天说地。原本满腔苦闷，最后也是消了大半。他在谈友谊中提到，共享快乐比共享患难应该是更正常的友谊中的趣味。人生路上难免遇到难熬的时刻，而知心的朋友总能在你最需要时给予最恰当的陪伴与温暖。无事时各奔东西，有事时鼎力相助，或许这就是朋友真正的意义。与其被众多朋友关系所累，不如结交一个益友来得知足。当奥斯卡活到90岁时，躺在病床上的他看着窗外灰蒙的天空，世界万籁俱静，仿佛只有他一个。但也是在此时，他明白玫瑰奶奶对他说过的那句话，上帝总是悄悄降临。他猛然间发现，其实这一切的变化也都是上帝的创造与辛苦劳作。上帝不断变换着四季，改变着时间和环境，就是让人知道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。奥斯卡读懂了上帝传递的秘密，每天用第一次看世界的目光来看这世界。当他开始用第一次的目光去凝望周围的一切时，仿佛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充满了惊喜，也让自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。而这一刻才是对生命、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
奥斯卡在心中祈愿，上帝可以让他父母也感受到第一次的洗礼，摆脱每天深陷于悲伤的困境，去看到不一样的世界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又何尝不像奥斯卡的父母一般，每一天都深陷于同样的困境，每天徘徊于两点一线之间，重复着一天又一天的循环。中国语言文字专家张云和与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，两人的婚后生活历经坎坷。他们相爱结婚，在婚后育有一双儿女，结果女儿因生病离世，儿子因战争时期不幸被流弹击中，险些丧命。而张云和自己也先后被两位医生诊断有严重的心脏疾病，不久于人世。但身患重疾之后，却也让他愈发热爱生活。他重拾自己过去的爱好，打理水社，还学习电脑打字，凭借一己之力续办杂志《水》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他珍惜活在这世界上的每分每秒，不曾有一刻荒废。对于张云和来说，即便生命凶险万分，但只要能继续做些事情，便能排解心中苦闷。而她即便再忙，也会每天与丈夫喝咖啡、品茶，做一些专属于二人的小乐趣。高高举起杯子，再捧一杯，戏称这是举案齐眉。作家村上春树曾说，如果没有这种小确幸，人生只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而已。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是重复的，那么相当于你的生命只有一天。与其让生活变得枯燥乏味，不如给生活多一些仪式感，认真去过好当下的每一刻，或许这样的人生才会圆满，没有遗憾。对奥斯卡来说，始终令他耿耿于怀的便是父母对他的逃避。他始终觉得疾病是他的一部分，不能因为生病了就对他不一样，除非他们只爱健康时的自己。玫瑰奶奶对他说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一天会死去，你的父母也是，他们也会死去。但显然奥斯卡从未想过这个问题，他只关注到生病的自己，会死去的自己。而他以为只有自己会死，所以对着父母为所欲为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感受。这一刻，奥斯卡终于明白了父母的爱，而他们逃避的原因，是因为无法面对孩子的死亡与人生的遗憾。他主动给父母打电话，并且对父母说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你们也是会死的。他明白了生命有限，每个人终究都会面临对死亡的恐惧，并不是只有自己。与其纠结对方的举动，不如选择放下，用爱去弥补人生的缺憾。在彼此的爱里，他们才会互相靠近、理解、珍惜，重新弥补错过的那些时间与过去。曾看过这样一本儿童读物，活了100万次的猫，里面有只活了100万次的虎斑猫，它受到100万个人的宠爱。每当虎斑猫死的时候，这100万个人都哭了，只有虎斑猫没哭。它活得浑浑噩噩，对一切都漠不关心。直到这一次，它成了一只野猫，并且爱上了一只白猫，它们生活在一起，生了好多小猫，虎斑猫喜欢不已。后来小猫们长大离开了它们，白猫也年迈奄奄一息。在白猫离世后，虎斑猫不断流泪，这是它第一次哭了。一天中午，它哭声消失，静静躺在白猫身边，没有再醒过来。而这一次，它懂得了爱，也终于活出了生命。在电影《朗读者》中有这样一句台词，唯一能使人生完整的是爱。在青春年少时，我们肆意挥洒，或张狂，或迷茫，难懂珍惜与理解。但随着时间转移，人事变迁，我们终会懂得爱在人生中的意义。
如果说死亡是在告诉我们人生有限，爱的存在就是让终将逝去的生命一点点变得更加丰盈。奥斯卡在100岁时对父母说，生命是一份奇特的礼物，一开始我们高估了这份礼物，以为得到了永恒的生命，然后又低估它，认为它腐烂短暂，几乎要抛弃它。最后人们才明白，这不是一份礼物，仅仅是一次出界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稍纵即逝，关键在于懂得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去做无限的事情，延长生命的厚度。多结交益友，为人生助力。学会活在当下，认真过好每个时刻，明白人生并非圆满，冷静看待缺憾，用爱将它填满。在短暂的生命里，让自己活得不留遗憾。好，刚才分享了一篇文章，除了活着，生命没有答案。感谢收看。